我们要搞个更大的啊！这一次我们搞个更大的，自己来做一个汽车主电瓶的磷酸铁锂电池。这样的电池一颗在外面卖至少要1万多元，但是我们的材料不超过4500元。我是优娘驾驶，又到了笑傲江湖、东方乱拜、不负责任开箱分享单元。今天要开箱什么呢？这个东西可厉害了。自从我们上一次花了2000元 DIY 一个可以精准掌控电力的自行车锂电池之后，哇，真的是觉得太划算了，骑着不要的。2000多元有50公里的续航力，我们要搞个更大的啊！这一次我们搞个更大的。既然自行车的电池都可以做了，那我在想，可不可能自己来做一个汽车主电瓶的磷酸铁锂电池呢？这样的电池一颗在外面卖至少要1万多元，但是我们的材料不超过4500元。今天我们要 DIY 的是汽车12V 的磷酸铁锂电池。哎呦，从天而降的礼物，好重啊！这个是4颗 3.2V， 充饱是 3.65V 的 72Ah 磷酸铁锂电池，蛮重的啊，4颗大概是2000元左右。好，电池芯我们来称一下重量，7.3公斤左右。有了电池芯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充放电一定要加上保护板。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充电的保护板，有分成主动跟被动的保护板。主动的保护板就是在充电的时候会做保护，防止电压过高，把电池充坏。还有一个是被动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停止充电之后，每个电池的电压如果有落差的话，它会做被动的均衡。这个是针对汽车的锂电池特别安装的。另外我们还需要的是，这个是 8AWG 的电线，8AWG 大概是6 mA 左右。汽车的启动电流经过实测是200到300A， 那么 8AWG 大概是6 mA 的线怎么够呢？我们会用4条线去分摊电流，好不好？所以到时候会接4条。有了电池芯、保护板，几乎所有零件都已经有了。那么还缺一个最重要的，保护它的外盒。哇，从天而降，又提到一个礼物了。这个外盒是依照海力士主电瓶的尺寸去订购的。材料的部分除了电线之外，还需要这一种接线的铜鼻，还有螺丝。那如果要夹这一种铜鼻，它就必须要用油压的钳子。我们之前有准备了哈，油压钳。我们先来开这个电池芯。4个电池芯，每一个是72Ah， 那我们只要把它正负极对接串联，这样就可以了。正负相连，正负相连就可以了。还有送镍片，串联用的镍片，还有螺丝。我们看一下，原则上就是正负啊，正负对接，这样。在我们把它固定起来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电池的外盒怎么样布局啊。这个跟海力士现在用的主电瓶尺寸是最接近的。然后在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正负极的方向哈，就是离我们这个前面的面板比较远的，左边是正极，右边是负极，要照原车的规格来买。上面有可以锁螺丝，看一下它配件包。它有附胶水，听卖家说是可以把
这个电池的外盒用熔接的方式粘起来，也就是说粘上之后几乎就等于是熔接，非常紧密，以后也打不开来了哈。哇，各位观众，耍宝了，这个盒子根本装不下，看到没有？这个盒子根本装不下，跟电池一样宽。这个外盒大概是80元人民币，400元以内，我们只能再买一次了。虽然我们的盒子外盒不能用，但是电池芯跟保护板我们可以先处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护板啊，它是磷酸铁锂电池专用的保护板，4串的啊，因为我们是4个3.2V 串成12V， 然后是铜口带均衡，电压是3.2到3.9，最大的充电电流是100A， 然后工作电流最大是300A， 一般汽车引擎启动在200到250。那么这一种保护板，它的接线就必须用粗的电线，我们用4条来分摊电流，8AWG 就是6 mA 平方的这一种线。磷酸铁锂电池它的充电电压最高是 3.65V， 为什么它会到 3.9 呢？各位看，在卖家的说法是，汽车发电机出来的电压是 14.4V， 那么磷酸铁锂电池4个 3.65 乘4是 14.6V， 所以如果汽车发电机的电压高过 14.4V， 甚至是到 14.6， 差一点点的时候，到临界点会启动保护，也就是说电瓶会断电，汽车会抛锚，所以它必须做高一点。但是汽车的发电机很少会超过太多啊，应该都是在锂电池安全范围内的，都没问题的哈。但是一定要做到 3.9， 不然很容易抛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池芯在电池盒里面的布局，一定是横放，因为电池不可能这么高，然后这么窄，对不对？未来我们的保护板应该会放在上面。现在我们先把电池稍微固定好，定位之后，然后我们用胶带把电池缠好。哎呦，跳掉，没有碰到，触电了，没有碰到。好吧，我们先把它稍微固定一下，然后量一下电压，啊，13.19啊 ，OK， 那我们就拿胶带把它缠起来吧，底部为基础，好不好？底部先缠，来。OK， 这个保护板的接法呢，是电池的总负极，这个电池的总负极要进到 B 负，然后这个 P 负是对外的负极，接我们的电池外盒的负极是用这里4条 P 负啊，对外的总正极呢，一样是接4条线到正极就好了，好，正极不变，负极串保护板。现在我们拆的是被动的保护板，接下来我们要制作接线哦，这个是软线，还蛮不错的。这个线大概是50元人民币，250元台币左右，4条线到这里，然后这里4条是要到电池的电桩头，我们先做这边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这个铜鼻子接头，那就把铜线拨出来吧。大概是要换小一点的模具。我的模具里面最小的就是10厘米的，应该可以啦。线径是6厘米，加上外面的外径。做的有点丑，相信下一个会更好。再一次，可能要横向，我觉得至少先把它压紧，用钳子把它压紧之后，然后再用模具去压会好一点。那我们试试看，先用钳子把它先成型啊。对啊，应该杀鸡不用牛刀啊。刚刚那个工具才是。直接用工具压不好压，我这个要很小心，只要你压弯了哈，要扳回来就不好弄了，最好一次就到位。OK。好不好？我们先压成这样的形，然后再用模具去压看看。但是这样很小心哈，如果不小心把铜线抽出来的话，会塞不回去哦。这个铜头就几乎等于是报废了。耶！好，试试看，跟第一次压的差很多吧？都可以用啦，我们到时候会补焊锡上去，一定会把它焊稳啊。为了保险起见啊，我们把所有的铜鼻这个部分都先上锡。如果烙铁啊，这个头被我切平了。烙铁头被我切平了，它如果温度够的话，你看碰到的地方全部会融掉，所以就会变得非常平整，这样就非常好焊了。就是第一个温度要够，第二个接触面积要够，这样焊出来的点就很漂亮。我们已经做好了4条导线，前面呢也用锡把它焊住了哈，防止它脱落，这已经非常稳固了。行车要使用的安全性要高一点，我们要把它锁在保护板的 B 副上面，用4条线去分摊电流，来吧。这一头呢，我们把4个接点用螺丝穿在一起，然后要锁在这个总负极啊，电池的负极这上面。P 副连到负极，要留一点打开盖子的空间，所以线也不能太短。但是我买的2米的线，大概就剩这么多了，就全部把它用完吧，直接分成4等份，好不好？一头要锁在这一种大螺丝。因为它要锁电桩头，啊，它要锁这下面，所以
有一头要用大的这一种，这个是60A 的，里面的孔径才够啊，一定要先试一下。导线的这个铜笔呢，一头会是粗的，一头会是细的。好不好？然后我们4个都做完之后，我们再一次用油压钳把它定型。4条线都做完了，这一边是大头的，这一边是6厘米的，总正极要接到我们的电装头来，红色的啊，这个距离大概抓一下，是用我们电工用的钳子会好一点啊。那我们就剪4条吧。哇，好剪多了。线哦，6厘米就是8AWG 的线，我是买黑红各2米，刚好用完。红色大概用1米，黑色用2米左右，全部用完了啊。可不可以更精准一点？只要割一个伤口，来，好像好很多掉比较少，还是会掉，多少都会割到一点，不过好像好很多。Yes， 好，完成，8条线终于都压完了。现在我们把批复的线也锁上来。批复这一头呢，我们要把4条线串到电装头下面的螺丝，然后把它锁上去就可以了。在这一端，我们可以先做的就是正极、总正极先锁上线，然后另一头就是锁到电装头去。保护板的批复这一端呢，我们也是一样穿在螺丝里面，然后锁在电装头的负极，锁进去固定好了，正负极都锁好了。接电之前呢，我希望把这个端子的线先焊在接点上啊，总负极1。然后这2个中间2，然后3啊4，总正极5。我们的端子线从负极开始，来端子的第2条线哦，就是黑色，两边都一样，黑色总负极，隔壁这一条就是隔壁这个位置哈，总负极，然后这是 B1。B0 B1 好不好？一定要弄对，弄错可能会烧毁啊！好像不会吃洗耶，看起来它是粘不住的，这好像是不锈钢板耶，刷爆了。现在呢，我把它加个垫片哈，看看能不能把电线焊在这上面啊。这个垫片会吃洗，粘得住就可以了，能够焊得住。那我们再把这2边锁紧。现在我把每个接点都加了一个垫片，让我可以焊接，好吧？这样就可以一一来完成了。我们来焊倒数第3条。
搅在一起，然后再焊上去。OK， 两边的第4条。最后一个接点呢，就是最旁边这一条就是总正极。追了一下，完全很牢了。这个是被动的均衡板，好，它的接头跟主动均衡板接头是一样的，所以等一下2个接头一边插一个就好了。那我们先接被动的，这有防呆，错了也装不上去。OK， 这个是在主动均衡板上。好，两边都接好了。如果均衡板工作正常的话，就是电装头啊，这2个的输出，正负极输出跟总正总负的输出电压会是一样的。好，那就工作正常。现在我们量总正极、总负极的电压，是吧？13.19。那我现在量电装头，13.19，啊，看起来工作是正常了，好吧？等我们的电池外盒来，就可以把它组装起来了。这个汽车用的锂电池，原则上是整个组装完成的。这是主动保护板，这个被动保护板，然后锁到电装头。好，那么现在能做什么呢？这个外盒太小不能装，但是我们可以先充电，针对正负极充电，用 14.6V 去充电，把它充饱。锂电池它最高充电电压是 3.65V 乘4，是 14.6V， 所以我们要用外部的充电器对电池充到 14.6V。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它是 14.6V， 那电流是可调的，最大 75A。来，调电。72Ah 的电池，它 0.3C 的话，乘 0.3 大概就是 21.6A， 所以我们电流可以到 21A。我们用好 21.3A。最高电压到 14.6V， 这样应该就正常了。整个充完之后，等新的电池盒来，我们决定要哪个方向去摆电池，然后再把我们的保护板固定上来，好不好？充了半小时左右，电压已经到 14.6V 了。接近充满的时候，它的电流会越来越小。刚刚把它调到 21A 左右，现在快充满了，它的电流会一直降，降到0的时候，表示已经完全充满了。看一下这个均衡板，它也有灯号指示哦，有点发烫了。各位观众，经过了1个礼拜的等待，我们的新电池外盒终于到货了。来，开箱，开！哇，希望可以用，空运，所以还算快的。刚好海关又查获，所以耽搁了1、2天。我们到引擎室里面，先量一下尺寸。看起来它的宽度是比原来的爱玛龙的大一点，不过因为这底盘本来就大，应该是进得去的。高度是一样，高度好像是标准规格。我们看一下新旧的盒子哈，之前买的，我觉得这个跟我现在车上的爱玛龙尺寸是一样的。不过因为我买了 72Ah 的磷酸铁锂电池呢，它的尺寸太大了一点，所以放不下。那现在我再买一个大一点的，大概差个2公分左右。因为这个电池啊太多电线，而且呢要搬起来，横躺进去是有难度的，所以我决定把我的外壳，就是电池外壳，
转过来，垂直再套进来啊，用推进来的方式，再把整个电池倒过来。看起来我的方式是奏效了啊，转过来，看到没有？这样盖就简单多了。被动均衡板，我准备拿一种双面胶，把它贴起来吧。就粘在中间吧，好吧？Yes，OK， 哇，太好了，那就完成了。上盖它是用专用的胶水，用融化的方式把这个粘起来。那为了怕以后要维修，第一次做啊，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们就先用大力贴布把它贴起来吧。最后，我们来确认一下电压，好吧。磷酸铁锂的汽车电瓶72Ah， 我们成本大概是5000块左右。最后我们来称一下它的重量，8.9公斤，哇，超轻的。现在我们把主电瓶拆下来，这个固定架拆掉，然后我们先拆负极，因为负极搭铁，拆的正极碰到铁就不会短路。哎呦！起来了，超难拆的。现在呢？哇，好重好重！靠，这个10几公斤有吧？这一颗爱马龙是2019年，我刚好要打造这台车的时候买的，大概买了2个礼拜才开始弄车子。那它是爱马龙 12V60AH 的。60Ah， 现在我换上去是 72Ah 的磷酸铁锂电池，来吧，关键时刻到了，这颗电池到底能不能装进去呢？哇塞，还好，刚刚好，有没有？还好装得进去。到现在为止看起来还不错，架子也可以勾在最里面，这样才稳哈。上面锁起来。虽然我们的电池盒上盖是没有把它粘死，但是因为这个上面这个固定架它是压住的，而且是用螺丝锁死的，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各位观众，关键的时刻到了啊！电装头还好，可以用。负极锁上去就完工了。等一下我们就发动看看。下去一定会啪一大声，会吓人哦，我觉得。哇，来了，哎呦，好吧，现在 ，OK， 哎呦，好，完工，发动看看，来吧，呼呼，终于安装完成了。看起来一切正常，我们量一下现在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13.76、13.77，看起来是正常的。OK， 完工。这一次的笑傲江湖东方乱拜不负责任开箱分享单元是有史以来我开箱开最久的一次，开了1-2个礼拜啦。因为第一次买错电池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走一趟。接下来我们有一趟长途14天的环岛之旅，直接上线测试，看看我们的油耗以及行车中充电发电的情形。车博士边走边用、边走边修的过程，希望透过我的经验分享，让各位有更好的车居生活。我是优娘驾驶，祝福各位行车平安愉快，拜拜。